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来聊一个在临床上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状况，就是那个监测仪上突然跳出红色警报数字的时候，真的是会让人心脏漏跳一拍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把它拆解一下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就是当你的学长姐或资深同事很冷静地转过头看着你问：病人血压这么高，你做了什么？哇！这句话是不是所有新人护理师心里面那个最深的噩梦？你看，荧幕上就这样闪着那个超刺眼的红色数字180、110，你的心跳是不是也跟着血压计一起往上飙？然后脑袋突然一片空白，只想着怎么办？快找人来！好，先冷静，别担心。其实血压高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，真正可怕的是我们搞不清楚这到底是病人一时紧张焦虑，还是这是一个中风要发生的警讯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内容就是要帮你建立一套超清楚的 SOP， 一套处理高血压的标准流程，让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告别慌乱。好的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。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先问自己，这个数字是真的吗？在你做任何事之前，你的侦探工作现在才要正式开始。当你看到那个高到吓死人的数字，千万记得，第一件事绝对不是跑去找降血压药，不是，而是要先做这3件事查证。第一，检查你的设备，那个压脉带 cuff大小对吗？第二，确认一下病人的状态，他是不是刚好在不舒服，刚动过？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放下那个自动仪器，拿出你的听诊器，用你的手重新手动量一次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很多时候那吓人的高血压根本就是假警报。你看看，光是压脉带尺寸不对，太小或太大，量出来的数字就可能差到10甚至40毫米汞柱，这误差超级大耶。或者病人刚好在痛，刚翻完身，甚至只是因为膀胱很胀想上厕所，这些都会让交感神经兴奋，血压当然就飙高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他是不是才刚用完支气管扩张剂？这些都是你这个侦探要找出来的重要线索。所以这句话真的要刻在心里，不要只当一个读数器，要当一个观察者。你的专业价值不是报数字，而是能够看到数字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只是荧幕上冷冰冰的数字。好了，假设你做完侦探工作，确定这个血压数字是真的，那我们就进入最关键的第2步，判断这到底是高血压急症，英文叫 urgency， 还是高血压危急症 emergency。 这两者差一个字，但处理方式是天差地远，是整个决策的核心分水岭。这两者的差别在哪？很简单，关键中的关键就只有一个，有没有目标器官受损的迹象。你看，左边的急症虽然血压很高，但病人没有器官受损，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1-2天内平稳的把血压降下来就好，通常吃个口服药就可以了。但是右边的危急症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，这代表高血压已经开始攻击身体的重要器官，这根本就是在跟时间赛跑，必须要马上用静脉药物，甚至得送到加护病房去密切监控才行。那你可能会问，什么是目标器官损伤？其实很好理解，你想想，就是血压高到一个程度，身体再也撑不住了，开始对我们最重要、最脆弱的器官造成实质的伤害，像是我们的大脑、心脏、主动脉，还有肾脏。这条线就是区分情况很严重，跟会马上致命的真正界限。为了让你能在床边快速判断，这里有一张超好用的检查清单，你就可以直接这样问病人：关于头，你现在是不是有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剧烈头痛？看东西会不会雾雾的？手脚有没有一边比较没力气？再来胸部，你会不会胸痛、胸闷，还是觉得喘不过气？然后是背部，有没有突然一阵像是被撕开一样的剧烈背痛？最后问肾脏，你觉得尿量是不是有变少很多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直接决定你接下来是要从容的处理，还是要立刻启动紧急应变。好，你已经评估完了，
心里也有个底了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步，这一步也是最能展现你专业价值的时候。你怎么样可以条理分明，很有自信的跟医师报告你的发现？在压力下要清楚沟通，是有秘密武器的。这个武器就叫做 ISBAR 沟通框架，这是在医疗界很通用的一套方法。目的就是要确保你在跟医师报告的时候，可以讲得又清楚、又简洁、又专业，而不是在那边紧张到语无伦次。我们来实际感受一下 ISBAI 的威力。一个比较模糊的报告可能会是这样：医师15床血压很高，你快点来看他。医师听了可能只觉得你在紧张，但如果你用 ISBAR， 报告就会变成这样。王医师您好，我是15床的护理师。现在的情况 situation 是病人血压190除以110。我的评估 assessment 是病人主诉后脑勺有剧痛。你听听看，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后者不只给了资讯，更展现了你的临床判断。我们很快的把 ISBR 拆解一下，把它变成你的直觉反应。I 就是自我介绍 introduction。我是谁？哪一床的护理师 ？S 是情况 situation， 现在发生什么事？血压多少？主要症状是什么 ？B 是背景 background， 病人有什么相关的重要病史 ？A 是评估 assessment， 你观察到什么？你的初步判断是什么？最后 R 是建议 recommendation， 你建议怎么做，或者你需要医师帮你开什么 order。把这个流程记下来，以后不管多紧急，你都能够从容应对。好的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整套 SOP， 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流程而已哦，它更是一种思考模式的转变。它可以帮助你从一个只是等医嘱做事情的执勤者，变成一个团队里能够主动思考、提供判断力的合作伙伴。所以啊，下一次当学长姐又问你那句你做了什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有自信的回答，我已经手动量过血压确认了，我也评估过病人没有头痛或手脚无力这些神经学症状。哦，对了，我也查过他上次吃降血压药是早上8点。你看这个回答是不是就完美展现了你的思考和主动性？这就是大家口中说的神队友啊。所以请记得，这套 SOP 它不只是一张让你打勾的清单而已，它是一种心态，一种可以系统性培养你临床判断力的思维模式。而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到最后绝对会让你成为整个医疗团队里面那个不可或缺、大家都信任的伙伴。好了，那么下一次当那个红色警报又在你面前响起的时候，你准备好了吗？